在澳大利亚暗度陈仓式的操作下， F-18 战斗机可能先于 F-16 抵达乌克兰，这对俄军又是重大的威胁。大家好，我是施涛。最近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可以将自己手里的 F-18A/B 型战斗机援助给乌克兰。那么在这之前更多的舆论上的声音是西方国家要把 F-16 援助给乌克兰。没想到在这一次 F-16 与 F-18 的竞争中， F-18 竟然拔得头筹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 F-18 战斗机它源自于当年与 F-16 竞争美国空军战斗机机型的这个 F-17 战斗机。那么经过了一系列的发展成为了美国海军一代著名的舰载战斗机。那么澳大利亚呢，是在1980年代到1990年左右呢，向美国购买了总共75架 F-18 战斗机。那么这些年在训练中摔毁了几架，那么再加上呢，之前呢卖给了加拿大一批目前在澳大利亚的仓库里面还封存了41架这个 F-18 战斗机。那么大家别看这个战斗机老但是这些战斗机在2005到2007年左右呢，是经过了一批性能的升级。这升级呢，不仅加装了这个对地用的这个瞄准吊舱，还集成了一系列包括了头盔显示器，包括了更先进的这个格斗导弹等等在内的一系列的电子设备那么使得这个 F-18 战斗机呢获得了相当大的性能提升，并且呢是在对空和对地打击能力上都有显著的提升。那大家也都知道， F-18 作为当年美国非常重要的一款舰载战斗机，它的整个这个结构的强度那么再加上它这个可维护和可保养能力，实际上呢可能都会比陆上使用的这个 F-16 战斗机呢更加的要皮实耐用。再加上呢它这个粗壮的这个起落架更适应乌克兰目前战场的这个机场条件。所以这么看来F-18 战斗机确实有可能比 F-16 更适应目前乌克兰战场的需求。那么在之前的这个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上呢，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曾经语焉不详地表示，可能要有一批大的援助要给乌克兰了。那么现在看来呢，他所指的正是这一批 F-18 战斗机。那么这批战斗机呢，也是在美国的默许之下能够达成转交给乌克兰的这么一个目的。那这些战斗机呢，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它的寿命大约还有1/32000个飞行小时左右，再加上整体保存的状态是不错的，甚至有可能随时就可以起风飞往乌克兰。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F-18 战斗机那可不是什么好对付的对手，毕竟这一批战斗机它的这个包括对地打击能力和对空作战的能力都不亚于目前俄罗斯空军手里的至少是苏30这个级别的这个装备。那么未来当这一批战斗机到达乌克兰之后，是会进行防空作战，还是会进行对地打击任务？实际上呢，现在俄罗斯空军心里也不清楚。毕竟呢 F-18 是作为一款非常有灵活性的这种舰载战斗机存在的，既可以很好的进行对地打击任务，挂载一系列西方制的这个弹药又可以进行比较不错的这个空战格斗任务。可以说俄罗斯空军在 F-16 之前就先迎来了 F-18 这个强劲的对手。那么接下去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这个西方的经典机型出现在乌克兰，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些军迷的大饱眼福的机会。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说，这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悲剧。毕竟自己的家园成为了这一些西方武器杀戮表演场，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来说，这一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观察美国海军的这种主力机型当年的主力机型在与俄罗斯空天军的较量中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这对我们自己未来面对强敌时的这些战术选择，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好处的。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我们下期再见。